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还没开始做一件事，你的脑海里就会冒出许多声音？这个很难吧？你应该做不到，小心会失败，别丢脸了。甚至事情还没发生，你就已经感觉到紧张、恐惧，甚至退缩。这些声音其实不是来自你的灵魂，而是来自你的心智。而最诡异的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竟然一辈子都被这些声音牵着走。误以为那就是自己真正的想法，事实上，心智很常欺骗你，让你错过灵魂真正想要的道路。心智到底是什么？在我们之前的影片《身体、心智、灵魂：如何做到三者平衡》中曾经提到，人类其实是由这三个面向所构成。身体是你在三维世界行动的载具，灵魂是你最深的本质与真正的渴望，而心智则是位于中间的一个桥梁。它是你的大脑依据过去的经验整理成判断与结论，再把这些结论呈现给你，提醒你可能会遇到的危险，或帮你找到看似安全的路线。从演化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人类得以存活的重要机制，因为在原始丛林里，如果没有这套警告系统，我们可能早就被野兽吞掉了。然而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个保护机制在古代环境下或许非常必要，但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，它却常常变成一种枷锁，心智会依照过去的经验去推论未来的危险。这听起来很合理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过去与未来其实根本不存在？过去只是记忆，未来只是想象，只有当下此刻才是真实的。这也呼应到我们在如果时间是幻觉那一集所谈到的，时间并非一条线性的存在，而是一个心智所构建的幻象。当你相信过去的错误会永远决定你，或未来的恐惧一定会成真，其实你已经被心智骗了。举个例子，你可能因为小时候在台上讲话结巴，被同学笑过，于是心智会自动告诉你，别再上台发言了，不然一定又会出糗。结果你错过了许多展现自己的机会。又或者你想创业，但心智立刻搬出一堆理由，你没有资金，你没有经验，市场竞争太激烈，于是你退缩了，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些不是灵魂的声音，而是心智的防卫机制，它要你安全，但同时也限制了你的人生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揭开一个真相，心智并不是你的主人，而只是你的工具。它的作用就像一台超级精密的量子电脑，能快速处理三维世界中的各种讯号，并用资料库般的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。但这个电脑并不会告诉你灵魂真正渴望的方向，灵魂永远不在乎这些所谓的危险规则，它只关心一件事，什么能让你活出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当你把主导权交给心智时，你会一直被恐惧牵着走，但当你听从灵魂的指引，再让心智配合去规划与实践，你才会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如果要真正理解心智的本质，我们必须先把它和大脑区分开来。大脑是物质性的器官，负责接收外界的电讯号，转化为影像、声音、触觉与记忆，而心智则是大脑所运行的软体，就像电脑的作业系统一样，它的核心功能是把所有输入的讯息加以整理，并且依照过去的资料库快速生成结论，好让我们能及时做出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心智是一台超高速的量子电脑，它不仅能并行处理庞大的讯息，还能根据不同的可能性模拟出各种未来场景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走在马路上，听到汽车急刹的声音，你的大脑会立刻接收到声波，心智则会根据经验立刻判断，这是危险信号，你必须立刻闪避。这种反应之所以能救你一命，是因为心智能够瞬间调用过去的资料，并推算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，心智在演化过程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守护者。然而，这台量子电脑虽然强大，却有一个很大的盲点，它所做出的所有判断几乎完全依赖过去的记忆，它无法真正看见未知，也无法洞察灵魂的渴望。于是，一旦过去的经验带有恐惧或创伤，心智就会在面对新的挑战时自动拉警报，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先下达不可以的指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心智好像在欺骗我们，因为它并不是在告诉你真实的可能性，而只是用过去的阴影来投射未来。想象一个小孩因为在水里差点溺水，他的心智就会记录水很危险，会让人死掉。长大之后，即使环境安全，
他也可能无法踏进泳池，因为心智会自动把过去的经验放大，阻止他再次靠近水。这并不是灵魂的意愿，而是心智的保护机制。但讽刺的是，这种保护往往会让人失去自由，无法展开新的体验。更重要的是，心智虽然擅长模拟未来的可能性，但未来其实并不存在。这里的矛盾在于，心智不断制造各种假想情境，让你觉得那些危险随时会发生。可是这些情境有99%只是幻觉。你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？夜深人静时，脑袋里不断上演最糟糕的剧本：工作会不会出错？明天会不会出丑？投资会不会亏光？爱的人会不会离开我？这些担忧让你痛苦不堪。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，你会发现大多数根本没那么严重，甚至完全没有发生过。这就是心智的双刃剑特性。一方面，它帮助我们存活；另一方面，它也让我们被困在恐惧的牢笼里。你或许会问，那既然心智这么不可靠，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抛弃它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心智不是敌人，而是工具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心智是否存在，而在于谁在驾驶这台量子电脑。如果驾驶的是恐惧，那么它将成为枷锁；但如果驾驶的是灵魂，它就能成为最强大的助力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学会重新定位心智的角色。它不是主宰者，而是助手；不是主人，而是仆人。它的任务是处理三维世界的讯息，提供分析与规划。但它不该决定你的人生方向，因为真正知道你要去哪里的，不是心智，而是灵魂。要理解为什么心智会不断欺骗你，我们必须谈到一个更深的真相：时间的幻象。在我们先前的影片《如果时间是幻觉》里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过去与未来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它们只是心智为了运作而创造出的一种框架。真正存在的永远只有现在这一刻，可是心智却无法直接安住于当下，它几乎时刻都在运行着回顾过去与担忧未来的剧本。举例来说，当你今天遇到一个新的挑战，你的心智会立刻翻找资料库，上一次类似的事件，你是否失败过？你是否被批评过？那种不愉快的记忆就会被调出来，然后心智告诉你，小心，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接着，他又会把这些负面经验投射到未来。如果你在做这件事，结局一定会很糟糕，大家会看不起你，你会受伤，你会失败。于是，你还没开始行动，就已经被未来的想象绑住了。可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过去已经消失，未来尚未存在。那么，心智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他害怕的不是现实，而是自己制造的幻想。这就是心智欺骗的本质。他用已经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发生的未来，把你从当下拉走，让你以为这些幻象是真实的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几乎都是在记忆与想象里度过，而不是真正活在此刻。想想看，你是否常常在心里重播那些曾经的失败？还是你总在脑海里模拟最糟糕的未来？其实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，只是心智的投影。但人类因为太相信心智，把这些投影误以为是真相，于是明明还没发生的事情，就能让你焦虑到睡不着；明明早就结束的过去，却能让你痛苦多年。这就是心智的欺骗性。更有趣的是，许多灵性导师和哲学家早已指出这个现象。例如，佛陀曾说，人之所以受苦，是因为活在记忆与想象中，而非当下。爱因斯坦也曾经暗示，时间并不是线性的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其实同时并存，只是我们的心智习惯把它切割成一条直线。当我们误以为那条直线是真实存在的时候，心智便有了抓取与投射的依据，于是无休止的恐惧与懊悔就跟着产生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第一步就是要觉察到心智并不等于你自己。当你发现脑袋里浮现恐惧的声音时，不要立刻跟着跑，而是提醒自己，这只是心智的剧本，不是灵魂的真相。当你能这样停顿下来，你就开始夺回主导权，因为在当下，你会意识到眼前并没有真正的危险，一切不过是心智利用时间幻象所编造的故事。所以，心智欺骗我们的最大原因，在于它依赖时间这个幻象来运作，它必须依靠过去的记忆，才能生成未来的预测。可是灵魂不需要这些，
它永远只在现在运行。灵魂的直觉不是从资料库里翻找出来的，而是一种当下的洞察。当你越来越能活在当下，就越能区分灵魂的声音与心智的幻想。既然心智往往是被过去与未来的幻象所操纵，那么真正能够引导我们走向真实与喜悦的，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就是灵魂。在我们之前的影片《灵魂渴望篇》，灵魂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中提到过，灵魂最深层的渴望永远围绕着3个核心：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这些渴望不会随着年龄或环境改变，它们是灵魂的本质，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源动力。不同于心智，灵魂并不会去计算风险，也不会依赖过去的阴影来判断未来。灵魂看重的不是安全，而是真实。它会引导你去做那些能让你感到喜悦、心中有光的事情，即使在外人眼中看起来毫无保障。比如，有人放弃稳定的工作去追求艺术，有人跨越种种阻碍去爱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人，有人勇敢踏上旅程，虽然未知却感到自由。这些行动几乎都不是心智会同意的决定，但却是真正来自灵魂的呼唤。灵魂与心智最大的不同在于，灵魂不受3维规则限制，心智会不断提醒你这不合逻辑，社会不允许，这样很危险。而灵魂却完全不理会这些规则，因为他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遵守既有的框架，而是透过体验与选择去不断扩展自我，回到完整的状态。也因此，灵魂永远会推动你走向未知，因为未知才蕴藏着成长与创造的契机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人可能在心智的分析下选择了安稳的工作，因为这样最安全，最不会出错，但他的灵魂却可能渴望的是创造、自由与自我表达。当这2者长期冲突时，就会出现一种内在的拉扯，外表看似稳定，但内心却感到压抑、空虚与不快乐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人生中段会突然出现一种灵魂的呼唤，想要放下一切，去做真正喜欢的事。因为灵魂不会沉睡太久，它终究会提醒你回到自己的道路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分辨心智与灵魂的声音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炼。心智的声音往往伴随着恐惧、焦虑、规避与限制，而灵魂的声音则带来平静、喜悦与扩展感。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测试，当你想到某个决定时，你的心是收缩的还是扩展的？如果是收缩，那多半是心智在主导；如果是扩展的，那通常就是灵魂在引导。因此，灵魂才是真正的主宰，它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安全感，它只需要你诚实的回应自己的内在渴望。当你愿意聆听灵魂，并且让身体去行动，心智就能转换角色，从主导者变成辅助者。这时候，3者才会真正达到和谐。灵魂提供方向，心智提供策略，身体付诸实践。如此一来，你的人生将不再是被恐惧操控的剧本，而是一首由灵魂谱写、心智与身体共同演奏的乐章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关键的部分，既然心智不是主人，而是工具，那我们要如何反过来善用它？答案就是让灵魂来下指令，让心智去执行。首先，你必须培养一个觉察，当脑海浮现各种声音时，问自己，这是灵魂的渴望，还是心智的恐惧？这个问题能立刻帮助你辨别来源。灵魂的声音通常简单、直觉，带着喜悦；心智的声音则复杂、回旋，常常充满疑虑与否定。只要你能先辨识出来，就不会被心智牵着走。其次，当你明白灵魂的渴望之后，就要懂得指挥心智。心智本质上非常擅长规划、分析、执行，它就像一位能干的助理。如果灵魂告诉你，我想创造，我想体验自由，那么就交给心智去设计路径，思考要如何一步步实现。这样一来，心智就不会成为阻碍，而会成为推动力。第三，永远记住，未来与过去都是幻想，只有当下才是真实。当心智开始丢出一大堆如果失败怎么办，如果别人不认同怎么办的剧本时，请你停下来，回到此刻，看看你现在手上能做的一件小事，并把专注力放在这里。当下的行动才是创造真实未来的唯一途径。第四，要把心智视为灵魂的仆人，
而不是反过来被它绑架。灵魂是船长，心智是导航，身体是船只。当三者协调一致时，你的人生才会像一艘船稳稳驶向你真正渴望的彼岸。相反的，如果心智篡位，船长沉没，船只只会在海上原地打转，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害怕心智，也不要想要压抑它，而是要学会驾驭它。当你能让心智为灵魂服务，你就会发现恐惧减少了，限制消失了，生活开始流动起来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终于夺回了人生的方向盘。因此，真正的自由人生是灵魂提供方向，心智配合规划，身体付诸行动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显化你想要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梦想，而是必然的结果。最后，你是否曾经发现，明明心里很想做某件事，却被心智的恐惧给阻止了？你觉得是心智在保护你，还是其实在限制你呢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